就是以陶乐斯的装扮，必须是变装皇后去走红毯的那种，把黄砖路变成 Met Gala 的感觉。每次的制装好了，其实估算下来基本上都要5位数，当然有那个全盛时期，然后小费至少都是破万跳扣这样。我把自己扮成萧亚轩 ，OK， 整个超级 ready， 然后就一个人超像疯子站在那边，把烦恼脱下来，留在地上踩 ，Let me make you high， 把口子都打开，流星露出来 ，JC all the night。Hello， 大家好，我是传播帝，今天的来宾是一位新锐摄影师，还有新锐摄影师的朋友，欢迎两位。没有啦，都是他的功劳。今天是男神吗？男神来做客。大家好，我是摄影师 Nick， 新锐摄影师 Nick。大家好，我是变装皇后蔷薇。最近话题很热的变装皇后，先帮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Nick， 就是我们前年的作品《睡睡你的爱，睡睡我的爱》的所有的海报都是他拍摄的。然后呢，蔷薇是他很常拍摄的对象，一起合作的对象。那今天两位来呢，我们是要聊聊一些关于 drag queen 的事情。虽然已经从国外卢保罗的秀第1名到进了总统府，但是我还是对于 drag queen 有很多的不了解。然后今天来跟两位讨教一下。但我先好奇，两位怎么在工作上认识跟合作的？就是大概4-5年前有一个彩妆品牌叫 NYX， 但是他已经退出台湾了。然后他们都会每一年都会办一个化妆比赛。然后呢，那一年的化妆比赛有蔷薇，然后我跟我的高中同学，因为那时候我还是高中生。什么？对，他还在高中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彼此了。对，然后我的同学是他也是 drag queen， 所以我们算是有点竞争关系。然后有一天，蔷薇就在他的限时动态发一个内容，大概是因为那个比赛，他就是要在你的那个 YouTube 上面拍化妆的影片，然后它总共会有3个关卡。对，那前面已经比完2轮了，然后我们的影片都会是自己剪辑的。然后到第3轮的时候，我就有发现动态说好想要找一个剪辑师帮我剪影片之类的。我的朋友传他的限时动态给我说，好想找剪辑师然后我朋友就也知道我们在参赛嘛，就故意损我说，你去帮他，你这样就帮2边啊。然后我有时候不知道怎么回复，我就回了一张我翻白眼的照片，但是我没有回给我朋友，我是直接 send 给蔷薇本人。为什么这么尴尬？对，然后那时候我看到我就立马截图下来，他就发现说他传错人了，他就传到我这边来，然后他自己又很尴尬，他就再传了一张就是遮嘴大笑的，说不好意思，我传错人了，这样子，好糗哦，超级糗，而且我那个照片还有留着，好棒！你在事后传给我，我要把它公诸于世，一定要。就是每次大家都会问我们说怎么认识，我们都会把这个故事讲出来。那这样认识之后就开始了工作上的合作吗？契机点是我有参加一个电影的活动，然后那时候我找不到摄影师帮我，因为有点太临时了，然后我想说还是问问看他。因为那时候我是要跟倪菲雅一起去参加这个电影活动，然后我就问他之后，他就说 OK， 他就来答应我。我记得你那天甚至是活动下午大概4点问我，然后可能类似7点就要叫我这么临时哦，对，然后就马上回家打包器材就直接冲过去。果然微波有作用。所以那一次就是我们第一次工作这样子，也是很极致的，就是会希望赶快出图给我们，所以让我就是可以马上可以发文。OK， 就是这一点我觉得很棒，对，是不是？而且还有一点是因为他很会做手工艺。我想说，他跟你拍的照片为什么一下做月饼在天上飞，一下做什么米奇妙妙屋？我想这个人有多爱做劳作，我就很想问。像米奇妙妙屋那一次，刚好是因为是万圣节，然后就是省成本，然后加上万圣节希望有比较酷一点的创意，所以就想说要有一点手工感。OK， 就故意做有一点辣彩的感觉，就看得出来这个不是合成上去的，这是一个实景做出来的东西。那你们每次拍摄的内容跟主题都是怎么样诞生的我觉得是因为我们2个平常都很常在 follow 一些 IG 上面的一些 reference， 然后看到就是可能彼此有共鸣的东西，我们就会互相分享，然后说这很美，这很美，然后我们就会列入可能代拍的清单。代拍清单。那之前你们拍过，你个人最喜欢的是什么？
12造吧，因为现在有一个多元旗帜，然后多元旗帜总共有12个不同颜色，然后蔷薇就从中发展出12套不一样的造型。是在演讲比赛，没有，就是让大家知道在讲赛的感觉。我好像有看过的是也有影片，对不对？对，其实造型它闪来闪去。对，我们就是总共在1个月内，然后拍了12个照片，12组照片，然后那12组照片每一个都是不同的造型，然后就是不同颜色。好累哦。对，然后那次就是其实算是一个蛮大的企划，然后会有这个企划的原因是因为他那时候刚当完兵，然后他其实觉得就是他当兵的那一段期间可能就是没有什么工作，然后他有点担心说可能会别人会忘记他，然后我就说那我们就来一起创作这个东西，实行的时间差不多1个礼拜，就讨论完结构之后开始去拍摄这样，花了1个月的时间。也没有到真的到1个月，其其实大概2个周，2周就把12个不同的造型。可是要生12个造型也是蛮麻烦的吧？这就是我厉害的地方哦。因为就是又要服装又要发都有很明显的变化嘛，对不对？没错，而且厉害到人家还去了好莱坞专访《魔法坏女巫2》呢。其实 exactly 没错，而且是1、2集都有受邀。第1集其实主要的访问的人是娜娜大师，对，那我那次是帮他做妆发造型，对我有看到。对，然后第2次的话就是换我去，然后是去新加坡这样。魔法坏女巫她的妆发造型可能对于一些其他的彩妆师来说会比较复杂一点，所以他们就直接找变装皇后来做这样子。第2次的话换我自己去，我就是以陶乐斯的装扮，没有出现的陶乐斯。对，那你的造型灵感怎么来的？就是真的就是以陶乐斯，可是他是必须是变装皇后去走红毯的那种规模，陶乐斯走红毯的概念，走黄毯，对，走那个黄砖路的感觉，把黄砖路变成 Megala 的感觉，对，所以就设计了那一套造型。那变装皇后的造型其实千变万化，但每一套都是你知道钱。最近才听到有人在抱怨说啊，变装皇后去表演可能1天才拿个几千块，然后说对啊，这个入不敷出的感觉。先讲我们的每次的制装好了，其实通常就是估算下来，基本上都要5位数，头发，然后衣服，因为还有定制，然后定制的话就会有就是成本费，然后还有制作费，然后如果说我们今天又要再跟这个摄影师合作拍摄这一个记录下来的话，又要花因为摄影师的费用，又要变成2026那个工时基本时薪，其实也没有多贵啦。开始心虚，狂喝酒精。好喝吗？草莓特调。就想说，这个月会不会赚蔷薇太多钱？你看吧，开玩笑，因为去年骄傲月，不是骄傲月，我们12色企划，然后加上我们还有去办展览，然后就是这个东西全部都是我们一起就是评分，虽然他已经就是给我很多的折扣了，但是还是很伤。就是那时候我们就是有在 LINE 上面用那个记事本，就是估算我们的就是评分的价格，然后他就是直接写说。不要打开，然后下面再写细节。我就会先把那个抬头先打说不要打开，很可怕。然后你要点进去才看到下面明细到底有多少笔钱。然后我看到我说谢谢你给我这个礼物，我真的很感谢你，真的很感谢。好可怕！当然每一份技术或是什么都是非常有价值的，只是说我们要做这么多想做的事情的时候，就真的要很多金钱的本。真的。那当变装皇后足以支撑这些吗？对，因为我其实变装已经今年要第9年了。对，我从20岁开始到现在，我经历过就是那个时候1个月只有1次活动的，到现在是每周末甚至周间都会有活动。那就是这一路看下来，就是当然有那个全盛时期，大概是疫情前，那个时候其实真的就是比如说一天可以表演个2、3场，然后小费至少都是1场都可以破万跳扣这样子。对，所以其实就是1个礼拜都可以赚到一套造型的成本，你知道吗？可是到现在就会变成，就是疫情过后，其实我觉得整个生态都变了。你看现在年轻人都会喜欢去像是什么大众酒啊那些的，那些地方就不会有表演的场域啊。对啊，在这个圈子竞争吗？会彼此小人来小人去的吗？因为我其实出道的时候是20岁，我从20岁开始做变装。那你知道，就是我的个性以前就是比较张狂，因为我们都会套入一些人设感，对，就是可能会希望自己是走很那种 bitch 的感觉，然后可能有些人会比较敏感，他们就会觉得当真了，对。
哦，就是把你的那个 bitch 的行为当真了。对他们就会觉得为什么你在台上的那些个性会拿下来台下之类的。当然我可能还是真的有一点这样子，没错。可是就是那时候就是年轻比较不懂事，比较不圆润一点，所以那时候就是有一些皇后可能会有点不太爽我，没有伦理道德之类的。对，好了，就是最严重的是就是曾经有一位赏巴掌那样子。没有到肢体攻击，可是算是蛮就是针对性的霸凌。就是他们有就是创一个 IG 账号，然后里面就是有发很多关于我的东西，然后那些东西就是有点偏造谣，或是有一些就是不是善意的东西啦。我后来发现那个账号，因为它是私人账号，可是我就想说，怎么我好像每一个追踪的皇后都有追踪，很心凉哎。对，就是敏锐干嘛？就是你会知道说，其实大家就是都在里面看笑话还是怎样，就是他们甚至有些可能会参与就是那个创作的过程。天哪！对，所以我就会开始对于就是这个行业，你知道，就是大家都会觉得说，哦，变装皇后已经是一个很包容彼此的感觉，可是其实还是应该说代表是包容，可是你看到的却就是为什么还要这样内斗？对啊，但这些都是过去式了。现在是现在我就是还是专注在自己啊，因为我一直以来都是专注在自己身上。我好喜欢那个官方的答案，好官腔哦，在自己啊，我不然呢？难道我要去也创作一个吗？所以就是也没有解决任何的问题，就是老娘继续做我自己。你们爱去那边讲，爱去闹就去吧。拍了那么多变装皇后的造型，你自己会想要试试看吗？我其实有试过几次哎，有一次我有一次就是对小嘉哥的经纪人跟我也是很常合作，然后有一次有一个公关活动的年末聚会，然后他们就有 dress code， 然后 dress code 好像是什么经典人物，你要扮什么都 OK， 对，然后我就想说，都已经这样邀我了，还说你要盛装出席哦，然后我就想说好啦，那就 drag 盛装出席，然后我把自己扮成萧亚轩去，哇，然后我就想说 OK， 整个超级 ready， 然后我一走进去，结果大家都是超级小清新，然后蜘蛛人啊，然后小漂亮，然后那种吸血鬼的小假牙，然后就 everyone dressing like a slut and I， 然后就一个人超像疯子站在那边，但还是很享受那个 drag 的过程。你有照片吗？你会提供给我吗？我要修图一下。你不要讲一讲，然后不提供给我，然后观众没有办法想象。不是，因为我觉得皇后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认真的职业，然后它很多不知道的小技巧，对于我们这些人来说，然后像我那时候不知道要 tuck 吗？对，就是要把鸡鸡压下去，然后那时候不知道怎么 tuck， 然后我就甚至没有 tuck， 然后就穿一个连身裙，然后下面鸡鸡凸一包。我觉得你那个甚至不算是 drag 吧，你应该你只是单纯穿女装而已，对，只是没有，但那是第二次，我其实还有 drag 过一次，是我大学的时候，然后就是大学那时候有一个类似校园的圣诞杯之类的，然后你就要才艺表演，然后就不小心得了第1名。我好好跳过这个话题。那你拍了那么多男男女女，然后你有很会摆 pose 吗？因为你还要指导人家 pose 嘛。我觉得我算是蛮会指导的，但是不得不说，蔷薇真的很会摆 pose， 但是他，我觉得我好像跟蔷薇达到某一种境界，就是他知道我要什么，不用言说就能摆出来，真的是。而且我们常常会有一些撞声词，就是在 pose 上。什么意思？就是我们拍出来的照片，我们可能觉得这张，就是我们有时候会比较这2张哪一个比较好，然后我们就会想说，这个比较有点的感觉，就是会有那个 S 型。我好像有看到你们的。举例来说，这张照片，这个是什么？对，这张照片的话，我们就会说这张后置上图，这张的 pose 就会有一种什么图，还这样子，假装是在拍那个的时候，对。这张照片的话，我们就可能就会说这张比较有一种的那种感觉，什么的感觉，就是有一种很轻的那种点触碰到的那种感觉，用那个声音来发展出那个照片的 pose 的感觉。你们现在可以分别给我3种声音吗？那蔷薇做动作，然后我来感受那个声音。配音，你帮我配音。对，我帮你配音。好，还是我在这边。好，那这个就是的感觉，是要呼吸吗？好，那第2个，是不是的感觉？刚刚是
这是有上跟下的不同。再来一个，最后一个了。再来一个，那就这边就是这边这个比较明确一点点。是什么？这就是的感觉，就是你每个只要有弯起来的，就是一声。我学会了，我学会了一个莫名其妙的东西。对，其实我有一个很想要问的问题，就是其实像gay 是一个性向，它不是一个选择，它是天生俱来的。但 drag queen 是一个选择，那你们自己怎么样定义 drag queen 这个身份？好好回答哦，可能会被延上。那我先回答好了，因为我的可能会比较简单一点。好，我觉得好难哦。我觉得 drag 都带有一种批判性。你可能做一个表演，你是在批判某一件事情，或者是你做某个造型，你是在批判某一件事情，很有意见、很有想法的。对，就是不像我就是用文字，他们要花5位数的数字去表达一件事，我只要简单写几个字泼上去就好了。我自己觉得，就其实大家不用就是看得这么就是严肃或是这么复杂，你就把它当做就是一个工作。就是变装它就是一个职业啊，就是不是只有说变装皇后，也有变装国王，甚至不会只有说男同志才会做变装皇后，也是会有一些女生也可以当变装皇后，女生也可以当，它本来就是一个职业，本来就没有分性向、性别，对，所以你就把它当做这样子分类，就是一个表演艺术的工作，就比较简单，对。那这个工作难在什么地方？因为他刚刚有讲的就是如何把记忆收纳好这件事情，这是身体上的辛苦。很多因为其实像我们就是在化妆这个过程，就本来就是已经是要重塑自己的五官了，眉毛要切掉，对不对？对，像我今天就是把眉毛封起来，重新画一个。Really？ Yeah。我以为这是天生自然的呢。没有，这个是封住后画出来的。那个很立体耶，我以为是真的眉毛耶。就是9年的功夫就是这样子，好厉害哦。对，然后像是我们要怎么塑造自己的身形，这个也是，就是可能要穿马甲啊，或者穿 padding。但我今天就是比较 casual 一点，很难呼吸。如果把自己夹得很紧，会，就是通常有些人可能想要尝试，我们真的会劝退。对，你说例如像我这样，你就觉得你不要试，你可能会窒息哦。就我跟你说，你真的想清楚的话 ，OK， 那我们就给你最全套的，然后让你后悔。最全套是怎样？就是有马甲，就是你知道，光是戴假发，你不是只是戴上去，你可能要缠戴发网，然后要缠那个胶带，然后光是这个妆，你可能就是要画比较多层嘛，然后夹睫毛，有些人可能就没办法接受了。天哪！有些人可能戴个睫毛就说，我眼前有一片东西，我不习惯。我想说，你还没有到最痛苦的那一关哦。所以它是从头到脚，就是一路下来是一个关卡的感觉。光把它变身成 drag queen 的样子就很辛苦了。对，如果再加上要表演的话，根本会疯掉吧？其实是啊，然后你知道有些皇后可能在表演就会有台下人说，哦，怎么都表演一样的东西。不然是要表演什么？射气球吗？对，可是就是这个东西，就是你知道观众的那个角度就是很直接，他们就会不会看到我们背后的这些辛苦，他们就是看到就是他们在舞台上那个样子。光高跟鞋走路，我觉得就很难嘞。你这个有够细呢。对，就是高跟鞋也是，而且有些舞台可能不适合穿高跟鞋，很容易会滑倒或是跟会断掉之类的。然后这也是看你的临场反应，值得掌声。好，那我想要聊一个问题，因为其实像在同性恋的圈子里面，大家蛮注重身材的追求嘛。那在 drag 的世界里面，是不是相对的比较没那么要求，没那么竞争？那我的感觉上，因为其实还是有吧。我觉得多少大家吗？当然大家会觉得说，哦，你都做变装了，为什么还会就是在意就是身材之类的？因为我看到一些焦虑，身材类型很多元啊。我觉得主要是看你自己个人会不会想要穿什么样的衣服，对，因为有些可能造型的限制会有身材限制对，然后安静，针对表演服装的需求而已啦，对，但不会有那种心态上说我一定要很瘦或干嘛，因为可能有些男同志觉得我一定要有很好的身材，我一定要运动健身，我才会有市场。
其实是啊，因为我们卸掉这些妆发造型之后，也就还是男同志啊。就如果你没有那些身材，或是没有那些外貌的话，就没人会跟你做爱啊。Drag 没有比较轻松，对，在他们世界里面没有比较放松，我们他还是会回到男同志的身份。对啊，所以我后来就是才那个创作出一个新的角色叫 Cheryl。你有要讲这个吗？Cheryl 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可以问他谁是 Cheryl？ Cheryl 是我的伪娘身份，然后伪娘就是会吃直男这样子。什么？好，Drag Queen 是一个对你而言是个职业表演，对，然后你卸下妆之后，你平常的生活是男同志，对，然后你还有另外一个认同是伪娘，或是你的，就是我有创作一个 persona。OK， 对，他就是雪柔，然后他大概是就是这2-3年出来的啦。因为我去年跟他一起去新加坡，然后他是用雪柔的身份，然后我就跟他开玩笑说，哇，你这一本护照有3个人共用就是他本人江威成，然后蔷薇，然后跟 Cheryl， 然后就问他说，我们去5天，那请问 Cheryl 会出现几天呢？他说不是天，是出现7次，他5天出现7次，那这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啊？是约炮约7次吗？对，没有，我跟你讲，真的就是，你知道，就是伪娘的市场其实也是蛮大的。我知道，我很惊讶。对，而且就是也是会吃的还不错。那你伪娘的装扮跟你 drag 的装扮会差很多吗？就会差很多，就会妆感不一样。对，会是比较仿照真实女性的。仿照真实，仿照顺性别女的造型。对，这到底会不会又被延上啊？我故意讲顺性别女。顺性别生理女的造型。没有啊，就是会更日常一点点，不会是像变装皇后在舞台上的那种没有这么野艳。对。OK， 我有写一段结语，我自己觉得写不错，但我老了记忆力不好，我看了一下，就我们生来的那个性别是固定的，但是我们的身体跟灵魂拥有高度的可塑性。你可以选择你自己想要的模样的套组，你也可以选择自己的气质，但重点是你要活成自己开心的样子。传播第一频道，我们下次见，拜拜。拜拜。我们要来喝酒说八卦了。很棒的结语。